李老师您好，您好，带的什么藏品呀？这件玉船啊，哎呦，这个玉船还挺精美的，有高士，有童子啊，还有个小动物，这个整体雕刻的还是不错的呀。对，咱正值端午，当时也想着就是有一个泛舟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啊，然后把这个东西买过来了。我看这个整体的造型啊，我又想起有一首诗啊，《赤壁赋》，苏子与客，泛舟游于赤壁之上。我觉得这个意境非常的好哦，那这可能与这个夜游赤壁有关呀。坐在船上的老者高适呀，有可能是苏轼。所以说这是一个高适泛舟的一个题材。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咋样？工特别好，雕刻非常细，料非常透。对，东西确实它这个完整度啊都挺不错的，包括它的整个造型啊、韵味啊，看上去很精美啊，神韵。你看每个人的形态，那个划船那个人在眺望，眼神全部到位啊。我们来看啊，你看这个老者呢，他是倚靠在这个船边的，很休闲的一个状态啊。那么这个童子呢，你看在摇这个船，也是非常有动感的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船头啊，有小动物，雕刻的也是栩栩如生的，并且呢非常细致的位置啊，眼睛啊、嘴巴都雕刻出来了，而且做了一个掏膛镂空的处理，这个是非常费工费料的呀。它的那个白的就是一种连续样的，它就是和田纸料的特征。对，这个料子肯定是和田料的啊，结构非常紧致，那么出来的光呢就非常的亮。整体来看是一件这么大一块料子，整料雕刻的，船棚的上面啊都有这种非常细致的纹路。底部你看这个海浪，这个水的波纹啊，雕刻的非常具有动感啊，雕刻的细线条呢非常的细致，就是比托帕斯还要细的这种工是非常难得的哦，属于精工精料。那么说它老不老，我们来看它的工艺。那么每一处的拉丝的工艺上面都有氧化，那么这个氧化呢是9年形成的自然氧化，而且整体船身上的包浆，还有整个器物，所有每个地方的包浆呢都是非常温润的。我们知道清早期和清晚期呢，就是工艺相对要弱一些，而且用料相对也差一些。那么这就是一件清代中期的玉器，恭喜您！谢谢啊，谢谢李老师。因为它这个除了料好之外，这个工痕是无可挑剔的。您多少钱买的？当时花了大概也就是10多万。我们现在这个明清玉虽然处于低谷，但是呢，这种精工精料的玉器呢，还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。我觉得应该在40到50之间。谢谢您的鉴赏。讲够了，讲够了。恭喜您，送上我们华业之门的收藏证书。好，谢谢您。你从哪里来的？我就长沙本地的。来，给我介绍介绍你这个东西。我这个是在那个地摊上面淘的。你自己淘的？自己淘的。你喜欢这个东西啊？对，是的。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？我看你很小啊。大学的时候吧，买过很多。都是瓷器吗？都是瓷器。你觉得这个什么时候的？这个东西很好，它有凹凸感。老大，这个材质总是有凹凸感的。应该现代的啦。好了，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。我认为这个画的是那个《西厢记》的这个人物故事，年代认为是这个晚清的。为什么是晚清呢？从这个粉彩的这个颜色看出来的，越到这个晚清，这个颜色的感觉就是越粉越浅。从彩来说，这个叫鹅粉地。鹅粉地如果是早，你在乾隆啊、嘉庆啊，是粉嘟嘟的，很匀净。到了晚清呢，这个鹅粉地就发黑了。你看这个地方颜色还深的，这个地方就颜色你看发黑了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越早的话，这个地啊越厚薄均匀，越到晚就是凹凹凸凸、厚薄不匀了嘛。你包括这个彩，所有的彩厚薄不匀。还有从绘画说，这个人物越早的话，这个脸蛋啊，比如说雍正、乾隆画的越写实，那个神态画的张生就是看上去一个玉面书生啊，莺莺呢就看上去就是个美女，红娘看上去也是个美女，这两个老好。这个张生跟这个莺莺包括红娘看上去有点猥琐像，那其实吧时代不一样，就是到了晚清了，所以他这件东西啊买的年代非常对，是一件什么晚清时期的广彩珍品。假如有100件老的，70件是不值钱的，为什么？就是我们普通民谣的利用器。你就像你家里锅碗瓢盆，你过100年。古董嘛，肯定是古董，值钱嘛？不值钱。这种差不多就是几百块钱，
值大钱的东西要5%，值巨钱的1%到2%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行里面，先有一句话，只要买对，别怕买贵。这个是你刚刚进来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宁愿10万买1件，别去10万买10件，懂这个道理吧？有一组这种小物，知道它是啥东西不知道？这个不是很清楚。底下有个底托，中间有个碗，这是碗上面的那个盖子，叫三彩碗的盖子。这一个完整器是一个盖子、一个托、一个碗，是一个完整器。但是一套呢有很多个这样的，就大户人家或有钱人家里边接待客人的时候泡茶器。这是珊瑚红釉的留白，然后做出这样的图案。这个是上面是粉彩的啊，这个也是矾红釉的东西呢。它年代基本上差不多时期，落款呢都是落同治年的款，就清代晚期的这个款。但实际上这个年份呢，差不多就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的传世下来的东西都是真的。但是呢，它是日用生活器皿当中的不全面的配件。瓷器出现了什么呢？就是老的这种精裂纹，但是经济价值没多少钱，这个不值钱的在家里玩一下可以，装饰玩可以啊。我因为是收藏那个玩瓷器为主，早几年呢就是朋友一个炉子啊，我就用我的2件瓷器的跟他淘换的。有几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说呢是汉的有人说是明仿的，因为看法不一。当时2件瓷器的换的也是应该是7、8、10来万的瓷器的换的。这是典型了汉代博山炉的这个形状熏炉上面这种纹路呢像山，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。汉代的人呢有那种长生不老那种愿望，就是这个级别的炉子。一般都是地主士大夫以上的，有钱人家里的对，有钱人的作为熏香、熏衣服用的。这个皮刻是熟坑，红斑绿锈，包腔了熟旧，姜色入骨。它的年纪了是出土的，但是出土时间都很长了，几十年、上百年的时间了，出土时间长了。那东西还是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是汉代的博山炉熏炉真品。这种炉子呢，像这种品相呢，保存的还比较完整。其实它有个盘，还有盘的意思。对，它有个托盘。如果行情好的情况下，它的价钱呢7万块没问题。但是现在行情稍微下了一点至少说我换的就是没亏了。我也是那个价钱，但是那价钱直接换的。这件怎么来的？买来的？对，花了多少钱啊？没花多少钱。这尊佛你知道是谁吗？这个不知道。您这尊佛的手印呢，左手禅定印，右手这手印叫触地印。释迦牟尼佛35岁觉悟成道的时候，他的触地降魔印的一个手印，所以这尊呢，应该是释迦牟尼佛。但是为什么说应该呢？因为我们看到手印同时，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呢？有一根金刚杵。这个手印结合一根金刚杵的时候，它就是什么呢？五方佛中位于东方的阿处佛，也叫不动佛。这个分隔呢是属于西藏地区的一个分隔。这个时期造像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，很健硕，像是一个健美男子一样。那你的这一个呢，从正面看，它的这个肩膀很宽，对吧？胸肌也比较发达，所以呢体现出一种健硕的状态。但是呢，从侧面看就单薄了，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。然后另外呢，这个老的造像头发呢是很有扎手质感，但你的这个造像头发可以看都是圆钝的，这个是什么情况呢？一种翻模手法出来的。然后呢，从这个整个就这个莲台座地方，每一个莲台座的中间它都进行上刀修，但你的这个莲瓣和莲瓣之间，你看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都是比较粘连的，修的痕迹没有。还有呢，就是你看这个主莲瓣，它旁边两边呢都会有一个小的线刻纹，老的这个地方都要上刀修的，一刀一刀修得很清楚，但你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线刻纹呢是铸出来以后没有修，所以这个呢是完全不符合老的一个方式的，所以这个很可惜啊，一个工艺品。
对啊，所以我这边还有一件，这件也是自己买来的吗？一个朋友给的。他送你的时候说这什么时期的吗？他们也搞不清。首先这种风格啊，站在这种小台座上面，然后小台座上面你看有3个连珠，这都属于明代早期的啊，所以你的这个如果老的话，它是明代中期的一尊。一般的我们看到这种姿态，双手合十，武将的形态呢是谁呢？韦陀。韦陀菩萨呢会有3种姿态，一种呢就是这样双手合十，然后呢这儿捧着一个金刚杵，然后还有呢就单手托着一个金刚杵，金刚杵支在地上，然后拄着金刚杵。这3种姿态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是级别最高的。这样拖着金刚杵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本寺院有一定的香火钱，然后呢可以管游走僧人挂单3天3夜，挂单就管吃住啊。如果呢是单手这样拖着金刚杵，只管1天；如果拄着金刚杵，就本寺院香火不旺，不管吃住。韦陀我们知道是一个武将，但这个身体呢是一个武将身体，这个开脸是个童子的开脸，而且呢韦陀呢头戴的是鹰盔，但这个呢是扎了一个小辫儿。另外呢就是我们依然说这个韦陀，就是不管是什么形态啊，它一定是很健硕的。但是您的至尊造像，我们从它的整个身形比例来看，下半身整体比较长饱满，但上半身好短啊。从侧面正面看的都是非常的扁的，没有那种挺拔的状态，所以呢这个比例呢是不协调的。然后再有呢就是一些细节方面啊，至尊造像明代的，我们常叫明代佛叫做黑皮佛，但你的这尊呢整个黑色呢是人为做出来的，不是自然氧化的。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做工方面，你仔细看它左右眼是不一致的，一个大一个小，所以五官的状态也是不协调的。这个造像这双手啊也是比较死板的。然后最关键的依然我们要看它的底部，明代造像底部的整个是很这个有颗粒感的，但你的这个底部呢不但平滑，而且呢还有一些凸起，这些凸起呢就像是蜡烛流过的痕迹，这是硅胶翻模所形成的这种蜡流的痕迹。所以呢您的这一件也非常可惜，一个现代的仿品。